樊玉、参谋阁内，陈凡站在原地，视线紧紧盯着天眼大屏上向天大陆的状况，在确定对方好像真的弹尽粮绝，任凭大批通天柱在自己大陆本土引爆后，才轻松了一口气，终于耗尽了一甲。这种战役和他以前的战役完全不一样，完全是拼家底的战役。但这批通天柱还不够彻底覆灭这座大陆，还需补上一根天眼通天柱。他望向天眼大屏上那5道朝不同方向激射而去的猩红光束，这是向天大陆临死前的殊死一搏，启动了最后5根天眼通天柱。但目标并不是樊玉，其中4根是另外4根企业人大陆，而最后1根是轰向远处，不知轰向何处，和樊玉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方向是战争泥潭的方向。狱主万岁见状，几乎瞬间反应过来，有些语气急促的开口道：“必须拦截下这根天眼通天柱，这肯定是向天大陆临死前给我们埋下的一颗雷。想要……”陈凡抬手打断了万岁，笑了起来，随后轻打响指，响指清脆的声音在参谋阁内响起。只见向天大陆轰向战争泥潭方向那根天眼通天柱，在空中陡然180度掉头，朝向天大陆直直轰去。他不知晓这根通天柱要去哪，但他大概能猜到向天大陆的用意：祸水东引，想让更强更多势力注意到这一块，这样哪怕他打赢这场战役，也会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只是这用意有点过于明显了，他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在这场战役中，他一直留着这个手段，原本是为了防止哪座大陆突然发射了一根能量等级极高的通天柱，或者是其他手段，可以用这个手段反转战局。现在看来，只能用在这里了。轰！伴随着这根去而复返的天眼通天柱，极其精准地落在了向天大陆上，无声的爆炸响起，最后一击补上了。漫天火焰几乎瞬间席卷了整座大陆，那是一种比山火要恐怖无数倍的火焰，如同地狱一般。大量幸存的企业人在火焰下撕心裂肺的痛苦惨叫着。陈凡平静地望向这一幕，至于那4根通天柱的用意，他也能想明白。企业人本就是一种极其自私的生物，为了自己后辈的延寿，宁愿让天地永遭永夜之苦。这种人在临死前最想做到的就是不让其他人如意。不过他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反正对他是利好，他的鬼石也不多了。如此长时间的通天柱持续轰炸，对樊玉来讲也是极大的消耗。他将视线望向天眼大屏中的另外4座企业人大陆，继续向天大陆宣告覆灭的那一刻，其余4座企业人大陆几乎是瞬间压力骤增。不仅仅是向天大陆临灭亡前给他们每人都扔了1枚天眼通天柱，更因为原本轰向向天大陆的通天柱的份额，此时都分给他们了。大批通天柱几乎在整个海域上空连成一串串线。樊玉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没有任何谋略可言，一力降十会。但就是这种一力降十会的作战，硬是压着这4座企业人大陆头都抬不起来。一开始他们还有余力向樊玉发射战略通天柱，随着樊玉的火力打击越来越密集，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余力做出反击，只能被迫用战略通天柱开始拦截。尚未出现太大伤亡，但鬼石和储备的通天柱正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消耗着。还有招吗？临时会议室内，一个男人正有些气急败坏地高吼着：“我快扛不住了，再这样下去，我得被活活轰死！那该死的向天大陆，临死前还给老子发射了1枚天眼通天柱！”别急，吞天大陆的负责中年男人虽然眉头紧皱，但声音还是较为平稳：“我已经找到了应对之策，在樊玉通天柱进入探测范围后，先用普通通天柱全部拦截一遍，并同时用防空炮进行覆盖多次拦截。拦截失败的便是藏匿在其中的战略通天柱。等这批战略通天柱逼近后，再快速升空战略通天柱进行2次拦截。”话音落下，剩下3个企业人大陆负责人眼睛瞬间闪过一丝亮光，这是个好办法。嘈杂的声音当即响起，各自快速吩咐下去，就这样办。以及中年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樊玉的底蕴确实比我想象的要恐怖一些，但毕竟刚晋升3级大陆不久，不会有太多的鬼石储备，应该马上就到极限了。只要我们撑住，撑到樊玉鬼石耗尽，胜利便是属于我们的。有意思。樊玉参谋阁内，陈凡望向天眼大屏上的一幕，指关节轻轻敲击着手杖，这么快便找到了破解之法。对方这样做的话，确实是有些棘手，但正所谓先手意味着拥有足够的思考时间，这一点他早就料到了，而他也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到哪了？陈凡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联系上王麻子。很快，传音符里传来王麻子的声音：“全速前进中，预计明日午时抵达指定地点。其他稀有岛屿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段。明日午时听命正式行动，樊玉会掩护你们。”樊玉好像哑火了：“我们要反击吗？”临时会议室里，那个一开始咒骂向天大陆的男人此时有些兴奋道：“我们破解了樊玉的通天柱手段，对方好像也有点储备不足的样子，现在正是反击的好时候。”另外2座企业人大陆的负责人此时脸上也夹着一丝残忍笑容，被轰了这么久，泥人都得有3分火气，现在终于也该轮到他们反击了。等他们登上永夜大陆后，寸草不留，涂治干净。不对，吞天大陆的中年男人眉头紧皱，隐隐感觉有点不安，摇了摇头。樊玉不应该是这种反应才对，至少不是这种轻描淡写的反应，像是有点自暴自弃，不可能是储备不足。如果储备不足，那应该将所有储备全都扔出来殊死一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白白浪费通天柱，却几乎起不到太多效果，更像是在酝酿什么大的阴谋。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是你有点被樊玉吓到了呢？一开始那个男人此时显得轻松不少，耸了耸肩，摊开双手。
再怎么说，樊玉也仅仅只是一个刚晋升3级大陆的势力而已，在我们5座大陆的围攻下，能覆灭1座3级大陆已经是很不错了，这应该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中年男人没有讲话，他也有点犹豫不定。过往的经验告诉他，樊玉能做到这种地步，确实已经是极限了。但不知为何，他隐隐觉得，如果樊玉真的已经到极限了，不该是这种反应。难道是？一道灵光从脑海里闪过，他想到了，樊玉是在拖时间。在发现自己通天柱虚虚实实的手段被识破后，故意有一搭没一搭的扔着通天柱，但又不想过于焦急，暴露出自己资源不足的事情。而拖延的这1天时间，应该是去大肆打造玄天推进器去了。樊玉要跑，他突然明白了，他终于知道樊玉的反应为何如此反常了。在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深吸了一口气后，一向平淡的语气中也终于忍不住透露着一丝兴奋，尽可能将情绪压下去，一字一句道：“都准备下，一炷香后发起全面反击，入驻永业大陆。结束了吗？黑鬼大陆地底蜀国宫殿内，附近近乎所有2级大陆的大陆之主都聚在这里，通过蜀国的大屏实时观看着战役战况。蜀国的监视手段没有那么先进，只能看见划过这片海域的猩红光束，但也已经够了。他们在好猫的游说下，纷纷选择了尽自己能力向樊玉运去鬼石。传送阵无法传送鬼石，樊玉在收到消息后，派出扣扣乘坐传送阵来接应的不多，只能说尽自己所能吧。剩余几座2级大陆加起来凑了1200亿枚鬼石，而通过屏幕上的猩红光束，可以清楚看到樊玉发射通天柱的频率降低了许多，显然已经流露出疲态，撑不住了。战役并未结束，樊玉却流露疲态，那这场战役的结局可想而知。宫殿内一众大陆之主陷入沉默，他们在思考，他们在想新的3级大陆入驻这片海域后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好猫缓缓闭上双眼，不忍再看接下来的一幕。他已知道结局，只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个结果。他知道樊玉战败的可能性很大，但真当他看见这一幕的时候，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诸位，良久后，他缓缓起身，望向一众大陆之主，深深鞠了一躬，眼睛布满红血丝的沙哑道：“这次算我对不起大家，让大家损失了鬼石。但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不威胁到自身的情况下，替我隐瞒一下我帮樊玉游说的事情。”一众大陆之主沉默着没有讲话。好猫游说他们的一个令人诱惑的条件，就是此时樊玉正处重大危机，以樊玉的潜力，假如樊玉度过本次危机，未来的回报将会是10倍100倍的。但现在樊玉没度过，他们结局如何尚不清楚。但一直为樊玉四处游说的好猫，一旦被查出来，几乎是必死的，等同于樊玉之人。好猫也没再说话，只是重新坐在椅子上，有些绝望的闭上双眼。他没想过樊玉会输，在他的幻想中，樊玉会打一场绝地翻盘的胜仗，从此天地扬名。但他不后悔自己的行为，他愿赌服输。就在这时，快！耳边突然响起撒哈拉大陆之主的激动战栗声。快看！好猫下意识睁开双眼，望向面前的墙壁上的画面，整个人身子突然僵在原地，半晌后才猛地站起，身子因激动而不断站立。红了，全红！原本死气沉沉的大屏，只有偶尔数十道猩红光束划过的大屏，此时俨然变成通红，10数万根猩红光束近乎铺满了整个屏幕，从樊玉升空，以一种群狼猎羊之无法阻挡之势，朝4座大陆轰去。永业大陆，所有人身子僵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那震撼人心的一幕：10几万根通天柱在同一时间拔地而起升空，爆发出炽热的尾焰，轰向远处。几乎是同一时间，永业大陆上的所有人都感觉自己胸口在沸腾，那是一种情绪被调动的感觉。他们为自己生在永业大陆而自豪，这便是樊玉的底蕴，这便是樊玉的殊死一搏。绝侯站在江北防线上，整个人身子不由发颤，食指紧紧贴在城墙边缘，用力之深像是要陷进去一般。就在企业人大陆想到对付樊玉通天柱之方法，参谋阁内人人眉头紧皱的时候，少爷极其淡然，像是早有对策。他下意识询问，少爷给出的回答极其简单：此种方法看似完美无缺，但弊端极大。其一，假如我并不是发射1级通天柱呢，而是发射2级通天柱呢？对我来讲，成本的几乎不会增加，但却可以轻易突破第1波拦截，进入到第2波拦截，依旧可以确保以低成本消耗对方的鬼石。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但随即又有些疑惑，那为何我们不动手，而是要有一搭没一搭的轰对方？少爷继续说，这是超对方一步，超对方一步无法奠定胜局，我要超对方2步。池塘再大也有容纳上限，寻常大陆并没有内敛阵法，故而他们并不会储备太多1级通天柱，哪怕临时打造，时间也有限，产量也有限。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发射的普通通天柱数量足够多，对方的第1波拦截会瞬间达到容纳上限，从而失效。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他的内心只有一个感觉：稳了。对方的这个手段被彻底化解了。但少爷又开口了，超对方2步无法一锤定音，樊玉后续力量不足，只有超对方3步才有足够胜率。我们不能对方下一棋，我们下一棋，那样我们会陷入鏖战，对我们不利。樊玉剩余12万根通天柱，一根不留，无论普通通天柱、战略通天柱、天眼通天柱，一波全部扔出去，我要瞬间超过对方的拦截上限。他听完后怔了怔，不知该怎么说话。少爷又说话了，超对方3步确实胜率很高，但还不够，我们这3步走完后没有机会走第4步了。你知道五子棋吗？一种只要将5个一样的棋子在棋盘上连成一条线便能胜利的游戏。这个游戏有2条规则，第1条规则，先手者胜率较高；第2条规则，当一方能一次性走4步的时候，便是100%胜率。我们已经走完先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次性走完4步。明日午时，王麻子所
率领的4座稀有岛屿会抵达这几座大陆附近。在漫天通天柱的掩护下，这将是第4步。这4步走完，方可一决胜负。倘若计划失败，樊玉再无后手，宣告战败。他只记得自己当时听完后愣在原地很久。狱主的计划其实很简单，连走4步，拿下胜利。于是，当时间来到第2日午时，所有樊玉成员都走上城墙，望向空中那震撼人心的一幕：10几万根通天柱夹杂着数十根天眼通天柱，像是发狂一般，在同一时间升空，轰向远处。这是樊玉的所有底蕴，除了留了一小批通天柱，预防几座大陆临死反扑，剩余通天柱在这一刻全都砸出去。倘若这批通天柱能全部拦截下来，那你不应该是3级大陆，你应该是4级大陆乃至原始大陆。而在参谋阁内，一众参谋阁成员望向被染红的天眼大屏，呼吸不受控制的急促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近乎通红的天眼大屏，血红，那是樊玉的红，那是樊玉愤怒的咆哮红，天红了。当这批通天柱进入几座大陆的探测范围后，几乎瞬间，一股极其浓郁的绝望情绪笼罩了4座企业人大陆。检测能量强度为1级通天柱，检测能量强度为27级天眼通天柱，检测能量强度为1级通天柱，检测能量强度为1级通天柱。密密麻麻的消息，近乎到模糊看不清的快速刷屏，刺耳的警告声在各个大陆的会议室内不断响起。这是樊玉的最后一次反击，也是樊玉的最后底蕴。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只要他们能撑过这轮轰炸，便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该如何扛过，他们甚至都生不起拦截的想法。呵，那个一开始咒骂向天大陆的男人，望向会议室内已经被大批猩红光束染红的大屏，惨笑了一声，身子无力，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低头望向自己的脚尖，眼里满是绝望和不甘。他甚至不敢抬头看向大屏，耳边一众手下绝望的呼喊声在他耳里渐渐削弱，他已听不见耳边的声音。樊玉真的只是一个刚晋升至3级势力的大陆吗？他不甘啊！明明距离天外天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就差一步，棋差一招，就一招啊！樊玉参谋阁内，一众人呼吸下意识停滞，直勾勾地盯着天眼大屏。通过天眼之眼的提供的画面，他们看见了有史以来最为震撼的一幕：一根根通天柱几乎遮天蔽日般铺满了整个天空。终于，轰轰轰轰，剧烈的爆炸声在几座企业人大陆上极其密集的不断响起，哪怕隔着画面，他们都能仿佛能感受到大陆在剧烈颤抖。赢了吗？万岁这才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一样，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胸膛剧烈起伏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赢了，真的赢了。他加入樊玉的时间不算长，但这2年多来，他亲眼看着樊玉从一个偏安一隅的2级大陆，一步步走到今天。他见过冯奇亚大陆覆灭时的干净利落，见过3大鬼族被清除时的雷霆手段，但那些战役和今天这场比起来，简直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10几万根通天柱同一时间升空，同一时间落下，这种程度的火力打击，别说见了，他连想都没想过。这是樊玉所遭遇过最为严重的危机，危机到狱主在确定作战计划之前，先确定了撤离计划，为开战先私败。这不是狱主往日的行事风格，但狱主这次确实这样做了。但终于赢了，就像狱主说的那样，无论人这一生要经历多少苦难，只要战至最后，那些苦难终究如刻满勋章的荆棘花一样，证明你这一路的无畏和勇敢。就在这时，万岁阁主！陈九天有些微微发颤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吞天大陆那边好像还没沉。万岁猛地抬起头，重新望向屏幕，天眼之眼的画面里，其余3座企业人大陆已经被轰至黑烟滚滚，火光冲天。在大陆边缘，大量残骸散落在方圆的海域上。唯独吞天大陆这座实力最强的企业人大陆，虽然大陆边缘已经出现了数道深不见底的裂隙，中央区域也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凹陷，但它确实还没有沉。非但没沉，那座大陆上竟然还有零星的火力在还击。几根残存的战略通天柱从地底升起，试图拦截后续落下的繁育通天柱。虽然根本就是无用功，但确实还在反抗，也是这4座企业人大陆唯一一座还在反抗的大陆。狱主，他下意识偏头望向陈凡，陈凡面色沉默地站在原地望向这一幕。吞天大陆扛下来了，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虽然受创严重，但确实抗下来了。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他的底蕴已经近乎全部砸出去了，就留了不足1万根通天柱，用来预防这几座大陆的临死反扑。空中已再无通天柱划过的痕迹，所有通天柱近乎在同一时间齐齐坠地引爆。不过影响不大，他做了预案。他一向喜欢先去预料最坏的情况。王麻子总说他悲观，没有安全感，但就是这种性格，让他在繁育无论面对何种危机时，都能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预案。吞天大陆地下会议室内，天花板上的裂隙已经多到数不清了，灰尘和碎石不断从头顶掉落，墙壁上的大屏也早就碎裂成了几块，只有右上角那一小块还在勉强显示着画面。中年男人站在会议室中央，右手死死撑着桌沿，左手垂在身侧，整条手臂都在不受控制的颤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刚才一轮打击中，一块碎石砸中了他的肩膀，整条左臂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他没有去处理伤口，也没有时间处理，还有多少？他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这次败了，但不是彻底败了，他最终还是抗过了这轮致命轰炸。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波轰炸应该是樊玉底蕴皆出，那接下来就该轮到他的作战回合了。胜利终于是属于他的。这世间没有什么惨胜，也没有什么勉强胜利，更没有什么靠运气胜利。胜就是胜，败就是败，只要他赢下最终的胜利，那鲜花和冠冕便是他所享受的。身后一个心腹跌跌撞撞的跑过来，脸上全是血污，声音里带着哭腔。
没了，几乎都没了。我们的鬼石已经近乎全部耗尽，碧天镇的消耗太大了，死了好多人，外面城池和城墙全塌了，天眼轨道炮也几乎都被毁了。就连我问你还有多少？中年男人没有回头，站在桌前，望向墙壁那破碎的屏幕，轻声道，语气平静的可怕。那个心腹浑身一颤，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艰难地挤出几个字：能被地底毛细血管阵所操控的普通天柱还有792根，战略通天柱98根，天眼通天柱3根，天眼轨道炮3门，够了。中年男人缓缓直起身子，右手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了2下，全都升起来，不用瞄准，不用计算，全部朝一个方向打。哪个方向？中年男人终于转过头，看了那个心腹一眼，他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绝望，甚至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平静到近乎冷漠的淡然。樊玉的方向，吞天大陆的地面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原本整齐排列的城池、防线、炮塔现在全都变成了一片废墟，地面上到处都是被通天柱炸出的深坑，其中一个大坑深不见底，海水正从坑底不断涌上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臭味，那是鬼石燃烧后残留的气息，混着泥土和金属被高温融化后的味道。幸存下来的企业人从废墟里爬出来，有人断了一条腿，有人半边脸被烧焦，有人抱着已经死去的同伴失声痛哭，更多的人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头顶那片被浓烟遮住的天空，眼里一片空洞。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樊玉的通天柱来了，然后一切都毁了。就在这时，地面再次震动起来，那些幸存者下意识地趴在地上，双手抱头，等待死亡的降临。但这一次，通天柱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从他们脚下升起来的。近千根通天柱从吞天大陆各个角落掩藏在地底的发射井内缓缓升起，没有掩护，没有佯攻，没有任何战术可言，他们就这样赤裸裸地升入高空，调转方向，朝樊玉的方向激射而去。这是吞天大陆最后的反击，接下来是他的回合。但就在这时，嘟嘟嘟，地底会议室内，哨塔的警报声缓缓响起。男人抬起眼皮望向屏幕，只见屏幕上4座岛屿正在从不同方向逼近而来。男人突然笑了起来，这应该就是樊玉的后手了。虽然身为敌人，但他此时确实有些佩服樊玉了。作为一个势力，樊玉足够强；作为一个势力之主，陈凡足够谨慎。如此程度的轰炸下，竟然还有后手，而且调动的还是稀有岛屿。稀有岛屿的特性便是难以被探测到，这是稀有岛屿本身自带的特性，基本上只能用肉眼观察到。但不巧的是，他的哨塔天道赐福效果恰好是可以探测到170公里内的稀有岛屿。在这4座岛屿进入170公里的探测范围后，哨塔便第一时间发出提示。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这4座稀有岛屿上应该都部署了4座天眼轨道炮吧，或者更多。只是可惜，天眼轨道炮的射程只有100公里，而他提前探测到了。男人望向屏幕上显示仅剩的一批鬼石，刚够制造8根战略通天柱，再次下令，声音沙哑且没有丝毫感情，以最快速度用剩余鬼石充能8根战略通天柱。目标逼近的4座稀有岛屿，他要在这4座稀有岛屿抵达天眼轨道炮范围前，先轰碎岛屿上的天眼轨道炮。他近乎淡漠到失去情感的站在桌前，静静望向墙壁上的碎裂屏幕。战争即将结束了，其实他内心清楚，樊玉已经输了，而他也输了。这场战争没有赢家，双方底蕴近乎打尽。就算他赢了，占领了永夜大陆，也几乎不会获得1枚鬼石，而这也意味着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守住永夜大陆。这里的动静有点太大了，肯定惊动了战争泥潭里的势力，而他也没有足够多的鬼石其修复那个巴比伦塔了。但这是后输，他现在要先赢，至少他要让樊玉死他面前。樊玉参谋阁内，警报声再次响起，吞天大陆发射了数百根通天柱，目标是我方本土，能量等级检测完毕，大部分确认为普通通天柱，其中夹杂着少量战略通天柱和3根天眼通天柱，预计300息后进入我方拦截范围。陈凡望向屏幕上的吞天大陆，此时已破碎到宛如濒死之人，但比起其他3座已经彻底沦陷的大陆，这座大陆还是挺了过来。他大概猜到了是什么手段。大阵阵殿升至21级后，可在5个红色品级的阵法中选择一个。他当时通过天眼之眼，只探测到了吞天式魂阵，但伴随着这座带来出现一道道裂缝，他看见了埋在地底的毛细血管阵，并且在刚才大量通天柱即将坠地后，他看见了一道幽绿色的大阵，瞬间包裹住了这座大陆，拦截了一大半通天柱才堪堪碎裂。他问了问天灵，问天灵说这是碧天阵5座大阵之一，而这座大陆明显比其他大陆坚固一点，或许也有地龙阵，这就意味着这座大陆很有可能这5座大阵都有。这是什么奇遇？他不知道，但能走至3级大陆，有一点奇遇也很正常。他望向面板上樊玉仅剩的鬼石，3701枚鬼石，这是所有剩余储备，够了。这场战役将他数年积攒下来的底蕴近乎耗尽。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轻声道：立刻撤离，狱主有令，立刻撤离。梅花岛上，王麻子在收到命令的那一刻，深吸了一口气后，才扯着嗓子怒吼道：所有人听令，立刻前往传送阵撤离！立刻！所有人本就早已做好准备，在收到消息的时候，便已快速通过传送阵撤离。王麻子是最后一个撤离的，他已经看见了从远处急速袭来的通天柱所释放的炽热白光，近乎点亮天空。他最后确认了一下玄天推进器的方向，在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才在最后一刻通过传送阵离去。而在他离去的时候，2根通天柱精准落入岛屿中央，巨大的爆炸几乎掀翻了岛屿上的所有建筑和树木，包括传送阵也瞬间灰飞烟灭。但也仅此而已。这座大陆上只有一些普通建筑、木屋之类，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座城防建筑，也没有任何一座天眼轨道炮，只有一堵20级城墙。岛屿遭到剧烈破坏，但玄天推进器并未摧毁，依旧按照既定程序朝吞天大陆的方向推进而去。悉数拦截成功，万岁急促汇报，梵域剩余的通天柱只有不到数千根，其中战略通天柱只有127根，大部分都是普通通天柱，天眼通天柱一根没有。但拦截这批通天柱确实已经足够了，只是在拦截完毕后，梵域的底蕴算是又彻底空了一点。陈凡没有讲话，只是静静地望向天眼大屏。那4座稀有岛屿正在通过玄天推进器快速逼近吞天大陆。吞天大陆比他想象的手段要多，能在170公里的位置就探测到稀有岛屿。他没料到吞天大陆有这种手段，但他习惯以接受最坏结果的态度去做事，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并未在这4座大陆上安置任何天眼轨道炮，又或是天道炮。直至此时，这4座大陆已经逼近仅剩30公里的位置。够了，他轻声呢喃了一句。下一刻，只见这4座原本空空如也的稀有岛屿上，4堵长10几米的20级城墙上，突然凭空浮现出大量白色线条，伴随着线条快速凝聚，一座建筑近乎眨眼凝聚而成，光炮管就足足有数百米长，坐落在城墙。20级的城墙，城墙跑道足够宽，虽然城墙只有10几米长，但却可以很轻松地容纳下这座建筑。是的，天眼轨道炮，4座27级的天眼轨道炮在空无一人的稀有岛屿上凭空浮现，这是黑暗科技赋予天道炮的第2个天道赐福效果。天道赐福效果，快速部署。需要拥有中控类的异宝或建筑，点击地图大屏上的任何一处势力所属区域，即可凭空部署天道炮。本次部署消耗为正常部署的3倍，同样作用在天眼轨道炮，可凭空打造。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手，打造一座27级的天眼轨道炮所需158亿枚鬼石，3倍消耗就是474亿枚鬼石。4座天眼轨道炮消耗了他1896亿枚鬼石。梵域原本就剩余不多的鬼石正在快速消耗，尚有1804亿枚的鬼石储备。轰，没有任何征兆，这4座稀有岛屿在距离吞天大陆上有30公里的位置，4座天眼轨道炮近乎贴脸近距离开火，埋在城墙内的噬魂雕塑和鬼火正在不断闪烁着微弱光芒，4道极其炽热且携带巨大威势的光柱，以一种近乎不可阻挡之势，从4个方向形成合击之势轰向吞天大陆。绝杀！仅此一击，原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吞天大陆被命中的区域更是开始大范围的塌陷，海水开始快速沸腾。一次合击，600亿枚鬼石耗尽，稀有岛屿开始继续逼近，吞天大陆没有做出任何还击，这次又继续深入了200公里，才再次看见了吞天大陆已经的边缘。这里原先是吞天大陆的腹地。轰，又是一轮合击轰杀，宛如包头皮一样，一点点推进，一点点将吞天大陆彻底轰成残渣。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又是大批板块陷入海底。败了！吞天大陆的会议室内，感受到大陆的剧烈震动，男人的身子也不由随之微微一颤，终于难以保持那种近乎冷漠的淡然，有些绝望地望向墙壁上的碎裂屏幕。他想不明白，当他看见那4座稀有岛屿在玄天推进器的推进下朝他围来，他就猜到了梵域肯定在这4座岛屿上部署了天眼轨道炮。他想到了的，他不是蠢货，他不是没猜到梵域会怎么做，他明明也做出了应对措施。他拿出所剩的最后鬼石，充能了战略通天柱，轰向这4座稀有岛屿，没有遭到拦截。战略通天柱精准命中在稀有岛屿上炸开。他甚至为了保险起见，还花费最后一点鬼石，在这4座稀有岛屿进入100公里的范围内后，激活和平雕塑的天道赐福效果。专门看了眼这4座岛屿的俯瞰画面，那可不是什么红点，而是真真切切的俯瞰画面。他看得清清楚楚，这4座岛屿已被轰成废墟，除了有一堵城墙之外，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什么天眼轨道炮，也没有传送阵。他不知道这4座明明空无一物的岛屿上，为何会突然冒出来4座天眼轨道炮，但他知道自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了，也没时间去想了。他望向屏幕上残缺的画面，这4座岛屿上的天眼轨道炮已经启动2轮了，大陆也仅剩最中心的一点板块了，再启动1轮，此后世间将再无吞天大陆。他败了，他败得彻彻底底，但梵域也赢不了。他突然笑了起来，低头望向自己开始快速变成漆黑如魔的右臂，低声喃喃着：“梵域，给你送份大礼，希望你能接得住。”下一刻，大量黑暗能量突然开始源源不断的从他右臂涌出，并开始疯狂朝外蔓延，直至几乎数息功夫，便将整个残缺的吞天大陆全都包裹进去。以己之魂，度王归来，梵域，迎接我送给你的最后一场绝望盛典，在绝望中痛苦哀嚎吧。男人歇斯底里的绝望嘶吼声在地底会议室内猛地响起，但转瞬便被黑暗淹没。每个企业人右臂都会拥有黑暗能量，只是每个人的浓度不一样。可以确定的是，转生的次数越多，黑暗浓度越低，所拥有的能力也不一样。有人的黑暗能量可进入异空间，而有人的黑暗能量可召唤强大的黑暗生物。他的黑暗能量所拥有的能力，他从未使用过，只能使用一次，效果为以自身死亡为代价，召唤远古战死鬼族重生降临。所谓的远古战死鬼族，便是上古开天时从天外天涌来的鬼族，实力强大毋庸置疑，代价是自己死亡，他自然不会轻易使用。企业人可以不断转世，前提是自然老死。
而不是受到意外死亡。这种启动方式自然不算老死。下一刻，这些开始快速溢出的黑暗能量缓缓凝聚在一起，形成一根巨大无比的长矛，看似轻飘飘地刺入空中，一道漆黑裂缝便因此浮现。紧接着，一座大陆缓缓从裂缝中驶出，并重重砸在吞天大陆上空，代替了吞天大陆，形成了一座崭新的大陆。而那4座稀有岛屿，甚至还没来得及轰出第3发，便被这座漆黑如墨般的大陆重重砸成粉碎，湮灭在海域上。樊玉、参谋阁内，所有人都望向天眼大屏上那个漆黑如墨般大陆，一股绝望情绪渐渐在参谋阁内蔓延开来。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真的没有任何一丝余力再迎接一场战争了。原本所有人都已经停止呼吸，眼睛直勾勾盯着屏幕，只待吞天大陆彻底碎裂，便开始激动地高吼他们赢了，宣泄这么久以来的心情。但当这座大陆出现的瞬间，那种从巅峰眨眼跌落至低谷的心情，让所有人瞬间陷入浓郁绝望的情绪。陈凡沉默地望向这座漆黑如魔的大陆，整座大陆都被浓郁的黑暗能量所包裹。他不是没见过鬼族所在大陆，包括95所在的护翼大陆，他也经常去，但没有哪座大陆如这座大陆一般，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黑暗能量，一眼便能看出来这是鬼族所占据的大陆。大陆上鬼物数量不算多，约莫100万头，但各个鬼物身上所散发的气息，都是那种比荒族大陆上的精英鬼物要更强。而在鬼巢最中央，还有一个身高数百米的鬼物，手里更是拎着一根巨大的黑暗长矛。唯一的好消息是，这些鬼物都在沉睡状态，但在鬼巢边缘处，已有零散鬼物在渐渐苏醒了。他渐渐闭上双眼，许久后才低头笑了一声，轻声道：“执行大撤离计划，护阁阁主、战阁阁主、伤阁阁主、后勤阁阁主听令，以最快速度带领所有百姓撤离至天外天。我留下来会会他。他时常喜欢先思考一件事情的最坏结果，但正所谓，你以为的底永远不是真正的底，永远会有更深更深的底。他是真没想到事情会坏到这种地步。这批鬼物应该是3级鬼族，但所散发的气势却远超寻常3级鬼族。他没办法了，真没办法了。樊玉底蕴已经彻底耗空了。樊玉如今只有604亿枚鬼石，29根战略通天柱，除此之外没了，什么都没了。天眼通天柱也没了，而这点子弹根本不足以迎接一场战争。若是全盛时期，或许可以打一打，但如今的樊玉本就已是强弩之末。他还想着去那几座未沉入海底的企业人大陆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鬼石回本。然而现实压根不给他喘气的机会，一波未起，一波未平，他有点累了。就这样吧，他真的已经尽力了。不对，我们还有机会。万岁虽然眼里满是绝望，身子甚至都在微微发颤，但视线还是不断扫过天眼大屏，寻求那最后一丝机会。他们还在沉睡，苏醒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还有点鬼石，最多还能储能3发天眼通天柱。不行，鬼巢的荆棘鬼已经率先苏醒，并且部署在岸边了。但我们可以趁此时间前往那几座企业人大陆收集鬼石。不行，万岁有些语无伦次的不断推翻自己的提议。路程太远，我们短时间内无法过去。这座大陆上的鬼巢苏醒速度有点太快了，肯定还有办法，让我想想。别急，给我点时间。陈凡缓缓闭上双眼，无视了耳边一切杂音，只是语气平静的轻声道：“所有人即刻听令，执行大撤离计划。你们不愿离去，可以和我一起留在这里，但先让百姓撤走，至少让樊玉留点种，别耽误时间。永夜防线应该可以阻拦片刻，别浪费鬼石了。没有鬼石，永夜防线都无法启动。”少爷，瘸猴咧嘴笑着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式神长矛。我也留下来看看，这不是他幻想的樊玉结局，这也不是他幻想的少爷结局，但他觉得这样也行。就在这时，处于鬼巢最中央的那个巨大鬼物缓缓睁开一只眼睛，望向头顶天空，视线像是通过天眼之眼直接望向他们。几乎刹那间，陈凡只觉得一阵刺骨冰寒从体内浮起，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也无法动弹，甚至无法调用面板，无法启动任何建筑。一个眼神相隔万里，将他定在原地无法动弹。一向淡然的他，此时眼底深处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一丝无力。他可以接受死亡，但他无法接受这种无法反抗的死亡。在用完这个手段后，鬼巢中央的那个巨大鬼物像是更加疲惫一般，深深睡去。狱主，我想到了。正在语无伦次自言自语的万岁，神情突然激动，整个人如癫狂般转头望向陈凡，颤声道：“这批鬼巢正好在从沉睡中苏醒，而且最先苏醒的是荆棘鬼，说明现在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但很快，他便发现狱主无法动弹，甚至无法说话，瞬间明白了什么，这应该是刚才那个鬼物的手段。他用某种特殊手段隔空封印了狱主，而且明显过后更疲惫了，这更加说明他们也在害怕，这个时候我们对他们出手。这座大陆是标准的独眼大陆，近乎和独眼大陆板块一模一样。大陆是长方形大陆，天眼大屏上的数据显示宽度只有471公里。我们可以执行老战术，发射大量先锋通天柱，将人送过去，安置传送阵，在鬼巢尚未全部苏醒的时候建立城墙、天道炮，清空这座大陆上的所有鬼巢。这个过程可能会有很多人牺牲，但有赢的可能。话音落下，所有人沉默在原地，几乎下意识齐齐望向陈凡，但陈凡站在原地没有丝毫动作，让他们瞬间感觉主心骨像是消失一般，有些六神无主。万岁！万岁！声音有些沙哑的望向所有人，声音有些歇斯底里的高吼道：“暂时紧急接管樊玉权限，时间不多了，听我的，我们搏一搏，有机会的。”一息后，白骨阁的阁主七重低声道：“
带着狱主离开这里，执行大撤离计划。参谋阁在樊玉虽然地位很高，但没有了狱主站台，他们并不认可参谋阁的调命，他们选择执行阁主留下来的命令。瘸侯，瘸侯！万岁有些焦急地冲到瘸侯身旁，拽紧瘸侯肩膀，声音中带着哭腔。你说说话，难道你想看着狱主打下来的樊玉就这样没了吗？我们真有机会的，至少搏一搏啊！撤离计划可以一并执行的，让狱主先撤离，我们留下来搏一搏好不好？我好不容易看着樊玉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真的不想看见樊玉灭亡，给我个机会，求求你了，可以吗？瘸侯深吸了一口气，低下头，他也不想让樊玉灭亡。在场没人想，但这计划没有得到狱主点头，在座一众人从未执行过狱主未点头的计划。他看了眼天眼大屏上快速苏醒的鬼巢，没有狱主，谁打造天道炮和城墙？天道炮我们有库存，让扣扣运过去就可以了。城墙可以让我们这2年培养的建筑师打造，虽然没狱主打造的快，但只要小小一段便能搭建一座天道炮，稍微拖一点时间就够了。扣扣怎么过去？传送阵，这座大陆没有传送阵，用先锋通天柱派樊玉成员去，提前断腿，抵达第一时间部署大型传送阵，让扣扣和建筑和大批后勤阁成员通过大型传送阵抵达这座大陆。瘸侯默默地望向万岁，他听懂了这个计划，一个有些疯狂的计划。先锋通天柱落地后，散开的单体可在地面形成一个简陋的单人传送阵，只能容纳1人传送。这个时候派人通过这个传送阵过去，然后在原地打造大型传送阵，从而将后续大批人员和天道炮运过去。而最先传送过去的人将会面对的是大批正处于戒备性极强的鬼巢，几乎是必死无疑。还要在这种环境下部署传送阵，近乎天方夜谭。这是一个填战壕计划，但确实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樊玉如今剩余鬼势不太够，我能想办法凑点。谁为先锋？我去！万岁声沙哑，有些焦急的偏头看了眼天眼大屏上渐渐苏醒的鬼巢，面目都有些狰狞的高吼道：只要大家配合我执行这个计划，我第一个去，我打头阵。瘸侯缓缓吸了口气，好，但需要同时启动大撤离计划，先将少爷送到天外天，哪怕这个计划失败，大撤离计划至少不会失败。没问题。在瘸侯敲下这个计划后，参谋阁内一众人对视了一眼，也都默认了这个计划。他们也不愿意看到樊玉灭亡，如果有机会，他们也愿意搏一搏。瘸侯的资历足够，他们也认瘸侯拍板，那就尽快。已经从稀有岛屿上归来的王麻子第一个站出来。小邱，你负责准备所有后勤，这个先锋就让我们商阁去吧。你们这些部门平时和鬼物都没打过什么交道，落地后肯定会被吓傻。商阁负责先锋，我打头阵。万岁你就别去了，你负责操控全局，给我们命令就行。狱主既然让你担任参谋阁阁主，那就是信你。狱主信你，我也信你。正阁去吧。正阁阁主也站了出来，声音有些低沉道：部署传送阵，还是我们正阁更快一点。别了。就在这时，站在人群角落里的齐月突然笑了出来，走了出来。你们正阁都没见过血的，怎么能去？商阁也别去了。商阁对于樊玉来讲极其重要，倘若狱主苏醒后看见虽然樊玉守住了，但商阁没了，肯定会心痛的。让我们战阁去吧，我们见过血，而且我们都是修行者，本身实力就不弱，在鬼巢袭击下也能多坚持几息，哪怕就这几息，也能多坚持一会儿部署好一个传送阵。而且战阁平日要经常奔波，对传送阵也熟悉，就别争了，这个机会就给战阁吧。战阁渴望这个机会许久了。齐月当着一众人的视线走至参谋阁门口，一直悬浮在身旁的袖珍清风此时正在疯狂站立。他缓缓伸出手，清风瞬间化作3尺清风，乖巧飞至他掌心中，青光闪过，参谋阁大门轰然倒塌，烟尘散去。而在门外是密密麻麻一眼望去看不到头的战阁成员。战阁成员不知何时聚集在这里，每个人眼里都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直视的炙热。平时在无名山极其少见的战阁成员，今日全都聚集在这里。在万岁阁主提出那个计划的时候，我便召集了战阁成员，也给战阁一个冲杀的机会。兄弟们已经等这个机会很久了。随后也没再看向瘸侯等人，只是转过身去。屋外不知何时黑云密布，明明是大白天，却暗如墨夜，狂风呼啸，这是极大暴雨的前兆。屋外人群密集，却无一人开口讲话，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透露着一种毅然赴死的决然，气氛显得压抑却又沉重。不远处，后勤阁成员已在不远处布好大量单人传送阵，并且位于无名山后方的先锋通天柱也在不断批量打造。齐月任凭自己衣衫被狂风呼啸卷起，站在黑云下的参谋阁废墟木板前，望向那一双双眼里满是决然的眼睛，笑了一声，才缓缓举起手中的3尺清风，将过往那种像是超脱世俗的淡然气质甩至身后，轻声道：谁为先锋？前方一众战阁成员稀稀散散的响起高吼声：我为先锋！谁为先锋？齐月猛然再次高吼道。战阁成员这次声音整齐了不少，整齐一致的怒吼着：我为先锋！轰！无名山后方，大量先锋通天柱已经升空，目标漆黑大陆。齐月深吸了一口气，脖梗青筋暴起，扯着嗓子高举清风大步朝不远处的传送阵走去。告诉老子，谁为先锋？我为先锋！老子赵山河为先锋，张二虎为先锋！一众战阁成员纷纷对视了一眼，咧嘴笑了起来，将身上的樊玉长袍猛地拽下扔在一旁，露出里面轻便的武服，跟在齐月身后，大步朝传送阵走去。从今天起，战阁的名声将被他们彻底改写。战阁不该默默无闻，
前有周末，后有齐越，他们要让后世所有人知道，战阁里没一个孬种。嘿，齐越站在传送阵上，从一旁阵阁成员手里接过10几枚阵石，转身看了眼身后一众战阁成员，以及走出参谋阁望向他们的瘸猴几人，不舍得环视了眼四周，有些轻狂地笑了起来。谁为先锋？下一刻，青光闪过，双腿接断，白光浮现，身子已消失在原地，只剩一抹血雾和残缺双腿，以及一道微不可闻随着狂风快速逝去的呢喃声。当我齐越为先锋。砰！公羊月手里的饭盒无意识跌落在地上，整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身子微微发颤。今天是炖排骨，他炖了整整1个上午，把排骨炖得软烂脱骨，又加了几味齐越喜欢的香料。上次那个乌龟饭盒有点旧了，昨天特地去樊城集市上挑了个新的，鱼形的，寓意年年有余。他不知道樊玉战况进展具体如何，但也知晓正处危难之际。他本想悄悄放在参谋阁门口就走，不打扰齐越处理公事。可当他走到无名山下时，看见的是密密麻麻的战阁成员，看见了站在废墟之上的齐越，看见了他举起那柄很久没有出鞘的3尺清风，也看见了他在青光中亲手斩断自己双腿的那一幕。饭盒砸在地上，排骨混着汤汁洒了一地，鱼形饭盒裂成2半。他张了张嘴，想喊他的名字，但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周围的后勤阁成员在快速跑动，阵阁的人在调试传送阵，先锋通天柱升空的轰鸣声从后山不断传来，所有人都在忙碌，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就那样站在原地，望着齐越消失的方向，那里只剩一滩血，一股前所未有的孤独感瞬间将他笼罩进去。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笑了起来，眼里带泪，笑声中带着一丝自豪，带着一丝痛苦。他不仅一次看见夫君对着那柄许久未出鞘的清风发呆，他知道夫君在想什么，他知道夫君想出鞘了，但他从来都当没看见。他想，如果夫君想要出鞘的那一刻，若是因为想到了他扰乱了心神，输敌一招就不好了。他想过会有一天，但没想过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夫君，这座大陆没有名字，漆黑大陆只是临时命名，没人知道这座大陆被天帝认可的本名叫什么，但这不重要。齐越已抵达这座大陆，传送的晕眩感尚未消散，一股腥臭到令人作呕的气息便从四面八方涌来。他没有睁眼，身体已经本能地做出反应，手猛拍地面，整个人借力朝左侧翻滚，一根漆黑的尖刺擦着他的头皮扎进他刚才躺着的位置，入土3尺。失去了双腿反而让他身子更加轻巧，就是有点疼，但他没时间疼了。他下意识抬头看了眼头顶，数百根通天柱正在从远处袭来，轰向这座大陆。大部分通天柱都被岸边苏醒的荆棘鬼所拦截，剩余少部分突破拦截的先锋通天柱砸在岸边鬼巢。远处鬼巢边缘大批鬼物开始不断苏醒。就在这时，第2根骨刺来了，一只类似野猪的鬼物正在朝他狂奔而来。奔跑的过程中，身上的尖刺不断喷射着，齐越体内灵气不断喷涌而出，根本来不及过多思考，快速闪躲，避开这一击的同时，袖子轻抖，10几枚阵石散落出来，开始原地快速部署传送阵。这座大陆被黑暗能量所包裹，看不见太阳，宛如沙尘暴一般，空气里弥漫着焦臭和血腥混杂的味道，到处都是深坑和碎石，以及密密麻麻的鬼物。距离他最近还在沉睡的10几只鬼物已经睁开了眼睛，猩红的瞳孔里还带着刚从沉睡中苏醒的茫然，但他们看见了齐越，茫然迅速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本能的嗜血。齐越快速收回视线，闪躲骨刺的同时低头布阵，而在这些苏醒的鬼物身后，更远处的位置有阴阳鬼，有黄鬼，有更多他叫不出名字的鬼物，他们都在苏醒，像是被什么东西从漫长的沉睡中强行唤醒，身体的僵硬尚未完全褪去，但眼里的嗜血已经点燃。鬼巢中央那个巨大的鬼物还在沉睡，巨大的身躯远远望去像是一座黑色的山。轰！那头类似野猪的鬼物有些发疯般的将皮肤表面所有尖刺全都发射出来，速度之快甚至弹出阵阵音爆，将齐越笼罩进去，但已经足够了。他完全无视了耳边的音爆声，低头望向地面上那10几枚按一定规律所部署的阵势，此时已经彼此相连，泛出阵阵白光，感受到体内生命力的快速流逝，低声笑了起来，笑声很弱，近乎不可闻。他的任务不是杀敌，而是部署传送阵。布置一个大型传送阵需要数百枚阵石，他部署了17枚，剩下的就只能交给后面的战阁成员了。他叫齐越，樊玉第一个真正修炼到20级的修行者，樊玉第一个修炼到21级的修行者，第一个在樊玉崛起之前接触到狱主的人，曾拥有江北老魔的名号，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狱主的贴身侍卫，在樊玉走上正轨后担任过樊玉战阁副阁主，后周末阵亡，担任战阁阁主。这是他的前半生，也是他的一生，但他只是一个修行者。在这种战场上，一个修行者能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他抬起头望向前方，数百根骨刺从不同方向将他笼罩进去，他已无处可避。下一刻，轰！齐越身上瞬间多出无数个血窟窿，整个人不受控制的朝后倒飞而去，直至重重跌落在一块巨石边。他就这样靠在巨石上，满是血污的脸颊上带着一丝笑容，望向不远处在漆黑地面上散发着白光的10几枚阵石。他看见了一根先锋通天柱落在他附近，通天柱炸开形成的短暂单人传送阵中，一个人凭空浮现，那是赵山河。第2个落地的是赵山河，落地的一瞬间，他便看见了齐越铺开的阵势，也看见了靠在巨石
石上奄奄一息的阁主，但他没去帮齐越，他的任务不是支援，是布置传送阵。赵山河从怀里掏出8枚阵石，按照训练过的位置，嘴唇有些发颤的开始摆放。第1枚阵石刚落地，一只鬼物便朝他冲了过来，他没有躲，用后背硬扛了一记，身子猛颤，手里的第2枚阵石却稳稳地按在了地上。他没停，第3枚，就在他想按下去第4枚的时候，身后鬼物张开血盆大嘴，腥臭味瞬间传进鼻腔，眼前顿时黑如涌液。他隐约听见自己头骨被咬碎的声音，但右手还是艰难地将第4枚阵石按了下去。老子赵山河，他的声音含糊不清地在鬼物嘴里响起，嘴里全是血和碎肉。为先锋，声断，命绝。下一刻，轰轰轰，大量先锋通天柱开始不断砸在附近，大批战阁成员接二连三的落地。落地后的第一时间，无人去看同伴尸体，每个人落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向自己的位置。有人负责拼死部署阵势，有人负责冲击鬼巢，尽量减少那些已苏醒的鬼物干扰布阵。部署一个大型传送阵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能用命去填。齐越奄奄一息地靠在巨石上，望向眼前这一幕，望向战阁成员前赴后继的以生命为代价。渐渐有了大型传送阵的雏形，原本只有17枚阵石，如今已有上百枚，每一枚阵石上都沾满血雾。一根先锋通天柱在他身边炸开，白光闪过，一个年轻的战阁成员站在他身旁，手里握着一柄崭新的清风，胸口的战阁徽章还在反光。阁主，年轻人咧嘴笑了起来，牙缝里全是血。我叫李青，我加入战阁较晚，修为尚浅，您歇会儿，该我了。他提着剑朝最近的那只阴阳鬼冲了过去。齐越靠在碎石堆上，望着那个年轻人的背影，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意识已经开始快速模糊，嘴角有些干燥。意识渐渐模糊的那一刻，他仿佛看见身穿白裙的宫阳月正拎着饭盒，笑盈盈地站在战阁门口等着他。那个大家都叫他齐越阁主，唯独他私底下会叫自己江北老魔的女孩。他说江北老魔听起来就很酷，他喜欢，他也喜欢。而在齐越闭眼的那一刻，阵城数百枚阵石组成的大型传送阵，在这座漆黑大陆边缘绽放出白色的光芒。光芒闪过的那一刻，大批后勤阁成员和樊玉近些年培养建筑师，以及跟在魏魏身后的扣扣，全部凭空浮现。后魏魏落地的瞬间，先是怒吼一声，便朝最近的鬼物冲去。而扣扣眼里虽然有些恐惧，但更多的是快速张开大嘴，大批鬼石喷涌而出。一旁那些建筑师身子发颤的快速闭上双眼，伴随着鬼石化作液体，无数白色线条在空中开始凝聚，并渐渐组成一堵城墙。后勤阁成员则是开始部署鬼火、铜管、噬魂雕塑等一系列建筑。鬼巢还在苏醒，冲击他们的鬼巢不算太多，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而在空中，大量先锋通天柱开始轰向其他区域。要想让天道炮的攻击彻底覆盖这座大陆，需要24门天道炮，也就要意味着这种级别的大型传送阵，他们需要24座。这里才仅仅第1座，他们现在要做的便是用命去拦住鬼巢。大批袖珍火炮开火的声音在建筑师身后不断响起。先别启动，别启动！樊玉破碎的参谋阁内，站在天眼大屏前的万岁，眼眶通红的紧紧盯着屏幕中的画面，手握传音符，声音沙哑的高吼道：不能启动，一炷香，再坚持一炷香，你疯了！绝猴终于按捺不住内心情绪，冲到万岁身旁，揪起万岁的衣领，怒吼道：第1座天道炮已经部署完毕了，附近近100个鬼物在冲击，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启动？由齐越先锋部署的大型传送阵已经部署完毕，而在旁边一堵石级城墙凭空升起，1座天道炮正矗立在城墙上，而与此同时，还有7座安置在城墙上的式神炮正在疯狂开火，数百头鬼物已经朝城墙冲来。如不启动天道炮，式神炮拦不住这些鬼物的。这里的每一只鬼物都是精英鬼物，虽数量不多，但威势可一点不少。不能启动！万岁迎上绝猴眼神，眼眶通红的嘶吼道：我们只有一次出手机会，那就是24座天道炮一同启动。一旦现在启动一发，很有可能会加速鬼巢的苏醒。那鬼巢中央原本陷入沉睡中的巨大鬼物，也有可能因此强行苏醒。那他们怎么办？就算他们不启动，他们也会被这数百个鬼物冲垮。我已下令在附近区域发射先锋通天柱，让战阁成员前去布阵。我注意到他们更愿意冲击那些布阵的人，这些成员会引走这些鬼物，保护这座天道炮的安全。绝猴刚准备再说些什么，便看见屏幕上已有数十根先锋通天柱突破防线，落在第1座天道炮附近，开始原地布阵。而在这批人出现的一瞬间，原本冲击天道炮的那批鬼物也瞬间掉头冲向这批人，近乎是瞬间洗刷干净。但架不住，源源不断的战阁成员如潮水般接二连三涌出。绝猴看见这一幕，愣在原地，心里有些堵得慌。他呆呆的偏头望向万岁，只觉得万岁此时有些陌生的可怕。那是拿命去填啊！你疯了！绝猴有些无力的正在原地喃喃着。万岁一把推开绝猴，快速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语气急促且癫狂的继续不断下令。他现在不想考虑死了多少人，他现在只想一件事：如何快速部署好24座天道炮。在参谋阁外，大批战阁成员排成长队，不断进入传送阵。每一道白光闪过，都有一个战阁成员被传送着至漆黑大陆。他们丢下了樊玉长袍，但却没丢下樊玉勋章。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为何而死。永夜大陆，樊城大撤离计划正在进行。护阁的人早就把所有百姓按照年龄和身体状况分成了3批，孩子和孕妇第1批走，老人和伤员第2批，青壮最后。没有人争抢，没有人插队，甚至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安安静静的排着队，沿着城墙下的通道走向江北港口的传送阵。他们知道这次离开意味着什么，不会再回来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襁褓里的孩子，
走到通道入口时，忽然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望了一眼身后的樊城，那座他生活了数年的城池。他在那座城里结了婚，生了孩子，每天早上推开门都能看见街角的豆浆摊冒着热气。他男人在鬼矿上做工，每个月能挣好几千鬼币，够一家3口吃穿不愁。他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走吧。身后的护阁成员低声催促，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沙哑。年轻母亲收回视线，低下头，走进了通道，眼泪砸在孩子脸上。孩子醒了，迷茫地睁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通道两侧站满了维持秩序的护阁成员，他们的战友正在那座漆黑大陆上赴死，而他们只能站在这里，看着百姓撤离。没有人说话，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红的。就在这时，人群中忽然响起一道稚嫩的歌声：我和伙伴搭个小家，风吹不怕，雨也不怕。那是一个6、7岁的女孩，扎着2个好看的羊角辫，被母亲抱在怀里。她望着通道两侧沉默的护阁成员，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也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在哭。她只是想让大家开心一点。她记得这首歌是很久很久以前，她和一个很好的叔叔学的。那个叔叔说她唱得很好听，天黑就黑，有我守她。小小营地慢慢长大，第2个孩子跟着唱了起来，然后是第3个、第4个、第5个。那些被母亲抱在怀里的孩子，那些牵着父亲的手自己走的孩子，那些坐在骷髅马车上好奇的东张西望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张开了嘴。他们没有排练过，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他们都记得这首歌。这是在永夜大陆上流传最广的一首儿歌，每一个孩子都会唱。怪风来了，墙也倒了，躲进山里，再盖新家，一刀一刀打败鬼王，守着江北，筑到防线。永夜再黑也不害怕，我弟樊玉最大最大。歌声从队伍的前端传到后端，从后端传到城墙上，从城墙上飘向更远的地方。那些沉默的护阁成员终于忍不住了，泪水从他们的脸颊上滚落，砸在胸口的徽章上。他们没有人去擦，就那样笔直地站着，听着孩子们的歌声，目送百姓走进传送阵。这是樊玉的孩子，也是他们的孩子。那个扎羊角辫的女孩唱完了最后一句，忽然朝通道旁一个年轻的护阁成员挥了挥手：叔叔，我唱的好听吗？那个护阁成员蹲下身子，用力点了点头：好听，比我听过的所有歌都好听。女孩开心地笑了，然后被母亲抱着走进了传送阵。白光闪过，她消失在了通道尽头。那个护阁成员站起身，抹了一把脸，把眼泪擦干。他转过身，望向远处那座漆黑大陆的方向，他的兄弟在那里，他不能哭。永夜新历04年1月18日，樊玉战阁阁主齐越率战阁全员73842人为先锋。同日，樊玉大撤离计划启动。黑鬼大陆宫殿内，好猫正满脸焦急地不断踱步。这场战争发展的已经越来越乱了，他能做的仅仅只是尽可能再多挤出一点鬼石送给樊玉，但运输鬼石需要扣扣前来。樊玉那边回复说战事紧急，扣扣无法抽身，用我的吧。蜀国国王站了出来，身后手下送上来大批鬼石储物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回去后尽可能挤点鬼石凑一凑吧。没有过多言语，各个大陆之主各自拿走了一把鬼石储物袋，便大步走向一旁的传送阵，回家凑鬼石去。哪怕一开始那些出力不多的大陆之主，也不由不乏加快。这次和上次不一样，倘若企业人大陆赢了，他们或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但要是这座明显就不对劲的鬼族大陆赢了，这片海域没有一个大陆活得下去。他们不仅仅是在救樊玉，也是在救自己。无名山内最核心的一处洞穴，这里安放着所有樊玉成员的命牌，而今日这里的命牌如多米诺骨牌般，正不断批量碎裂。不知过了多久，待在参谋阁里的万岁眼眶通红地望向天眼大屏上那24座矗立在漆黑大陆岸边的天道炮，那是由无数条人命搭建起来的最后希望。矗立在漆黑大陆岸边的24座天道炮，炮管上的纹路开始不断点亮。万岁低头望向手里的传音符，正准备下令开火，却突然僵在原地。不对，只有23座天道炮炮管上的纹路开始点亮，进入蓄力。一座天道炮哑火了，画面快速放大，这座哑火的天道炮和鬼火相连的一段铜管出现了碎裂，无法被启动。而此时这座城墙上已经只有一个后勤阁人员在坚守，准备负责启动。来不及了，万岁眼中闪过一丝绝望，他看见鬼巢开始大规模苏醒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再派出先锋通天柱去修复铜管了。狱主不在，他们没办法让铜管进入虚幻状态，而留守的那个后勤阁成员也已自断双腿，且奄奄一息，仅有启动的力气，再无余力前去修复铜管。这个奄奄一息靠在城墙边沿上的后勤阁成员，有些不甘地望向身旁那黯然无光的天道炮和不远处碎裂的铜管，挣扎地翻身趴在城墙表面，艰难爬去。就差一步，就差他这一步啊！只是他已经彻底虚脱，原本吊着的一口气，因这番挣扎，体内的生命力也在快速流逝。在即将意识彻底涣散时，他听见了一个声音，很轻很细，像是什么东西在碎石堆里滚动。那个声音越来越近，是轮子。他艰难睁开眼睛望去，想说话，但喉咙里只有血沫翻涌的声音。一辆近乎报废的后勤阁运输车从城墙角落推至天道炮旁，车轮每转一圈就发出一声刺耳的嘎吱声。推车的人是大鱼和公羊一月，两人身子只有半人高，双手举过头顶才勉强够到车尾的横杆，脸上满是血，左腿一瘸一拐的
每走一步都在地上留下一个血脚印。但两人还在推，车上放着大量完好无损的铜管。大鱼稚嫩的脸颊上满是血污，看了后勤阁成员一眼，才踮起脚尖，将一根一根铜管从车里取了出来，递在公羊一月手里。公羊一月则是将破损的铜管全部拿开，将完好的铜管安了上去。下一刻，这座原本黯然的天道炮，在液体从鬼火顺着铜管流淌过来后，炮管表面纹路开，终于点亮。第24座天道炮成功被点亮。见状，大鱼笑了起来，踩在运输车上，在公羊一月的搀扶下，有些费力地爬上城墙，坐在城垛上，又将公羊一月拉了上来。鬼巢正在快速苏醒了，繁育的通天柱终于停了下来。他看见了好几十个荆棘鬼蚁对准他俩，他没避，只是紧紧拽着公羊一月的小手，靠在其怀里，安静地望向这一幕，嘴里轻哼着从民间学来的童谣：永夜再黑也不害怕。刺耳的音爆声在耳边响起，数十根黑色荆棘朝他们覆盖而来。公羊一月低头望向靠在自己肩膀上的大鱼，眼里满是温柔，轻抚着大鱼脸上被血污所凝固的秀发，跟着笑着轻哼道：我弟繁育最大最大，守夜人的宿命本是如此。他出生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的结局，但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遇见了大鱼。大鱼抬头迎上公羊一月的视线，笑了起来。